大家好，很开心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广论的时间。在学习之前呢，想跟大家说，有一些同学说他有很多问题，你们先把你们的问题呢都记着，因为呢会安排法师给大家答疑，所以把问题先存着，别忘了。好，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学，请大家翻开广论，还是338页。今天是倒数第2行，我们继续呢看原文。圣无着说，正思则者，谓思则尽所有性；最极思则，谓思则如所有性。以有分别会作意，取诸相时，名周遍寻思；真实观时，名周遍思察。解释一下，就是圣无着菩萨说，其中的正思则是指呢思则辨别尽所有性。尽所有性呢，就是指世俗谛，不是空性的法，不是空性的法。最极思则是指思则辨别如所有性。如所有性呢，就是圣义谛，空性。以具有智慧的有分别作意直取相时呢，就是周遍寻思。这里的有分别的分别在藏文里跟寻思呢是同一个词，同一个词呢可以翻译成分别，也可以翻译成寻思。那么这里边在解释寻思，所以这里边的分别不能理解为分别心，不能理解为分别心，而是理解为什么呀？寻思。那么有分别会作意，就是指具有寻思智慧的这样的一个作意。用这样的作意呢，直取相，就是周遍寻思。真实观察正确的分别时呢，就是周遍思察。然后接着呢，宗大师又再解释说，请看原文：寻谓粗思，思谓细察。取诸相者，非是实质，是分辨镜相。由是思则如所有性，尽所有性，皆有周遍寻思及周遍思察。说刚刚提到说周遍寻思与周遍思察，那么什么是寻呢？寻就是粗略的思考，粗略的寻思，就是不会非常仔细的辨别，这是寻。就好比说你到一个地方找一个东西，你就这样大概看一下没有，或者有，你不会一寸一寸的地毯式的搜索，不会这样找，所以它是一个粗略的寻思。那么呢，什么是思呢？就是细致的思察，仔细的观察抉择。寻与思呢，一个是粗略的寻思，一个是呢细致的思察。寻思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分别对境的时候呢，会有粗与细的这个差别。说取诸相者，非是实质，是分辨镜相。说刚刚无着菩萨提到说，已有分别会作意取诸相时，名周遍寻思。那么什么是取诸相呢？是不是执着相呢？也就是相执呢？大师说，非执第十，不是第十执。在很多经论也都提到相执，
相指有时候是指第十指，但是大师说这里的指相不能理解为第十指，那应该理解为什么呢？就是分辨对境的相状，分辨对境的种种差别。那么说，由是思则如所有性尽所有性，皆有周遍寻思及周遍思察。说在思则分辨如所有性与尽所有性，各自呢都有周遍寻思与周遍思察这两种。思则如所有性当中呢，包含了思则如所有性的周遍寻思与周遍思察。那么思则尽所有性当中也包含了思则尽所有性的周遍寻思与周遍思察。再看说宝云经说异同深密，亦明显云奢摩他者谓心一净性，比波舍那者谓正观察。说宝云经的说法呢，与解深密经是相顺的。宝云经中呢，也明确的提到，奢摩他是指心一净性。心一净性是什么？就是一心专注。比波舍那是指什么呢？是正确的观察。那么再看，说慈尊与庄严经论亦云：应知诸法名总集为指道，应知妙观道思则诸法义。至尊慈氏呢，也在经庄论中呢，他说应当了知总集诸法的名称就是指的道。这里的道呢，在四家合注里边的八注八所房解释为所缘，指的道就是指的所缘的意思，指的所缘的意思。那么什么是指的所缘呢？就是总集统合诸法的名称就是指的所缘。那么只安住在所缘之上，是以统摄的方式而安住。比如说安住于诸行无常，然后从诸行无常这个名称，注意，从诸行无常这个名称统摄，然后最终的内心就只安住于无常之上。然后这就是呢，应知诸法名总集为指道的意思。那么应知妙观道思则诸法义，就是说应当了知观的道，这里边的道也是指所缘的意思。观的道就是观的所缘。那么什么是观的所缘呢？就是呢，广泛的思则许多的义理。只安住在所缘上的时候呢，是以总摄的方式安住；而观安住在所缘上的时候，是以思则的方式安住。指的方式安住的是我们比较好理解，可是观的方式、思则的方式是怎么安住的呢？大家可以去继续学。我们再往下看，说又云：正住为所依，心安住于心，即善思则法，是寂止胜观。依正定住心，说明为止；善则法会，说明为观。前经密意，作是解矣，令更不能别解经义。经庄严论中又说了，说依靠正确安住心，安住于内心。注意，心安住于内心，止息心对境的散乱，安住于内心，以及呢善加辨别法，因此呢即是寂止与胜观。那么接下来宗大师解释说，依靠正定，也就是正确的三摩地而止住内心，这就是寂止了。
那么善加辨别诸法的智慧呢，这就是指圣观。说由于慈氏至尊慈氏这样解释经典中的如此宣说的密意，因此呢，经典的内涵就不可以再引申为其他的内容，也就是呢，必须这样解释经典的内涵，不能自己做另外的解释。在这一小段呢，宗大师引领我们要遵从于至尊慈氏这样解释经典如此宣说的密意，不能呢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就解释经典一定要有清净的传承。那么能学到清净的传承对教典的解释，何止是三生有幸？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学下去。